所谓风水轮流转，破鼓万人锤。董王在伊朗每天要花10几亿美金，但是呢，E2预警机被炸毁，雷达网络被打穿，加油机已经损失殆尽的时候，西方的盟友不仅不帮忙，还插了董王一刀啊！西班牙正式对美国关闭了领空和基地，意大利空军司令把已经飞到半空的美军轰炸机强行拒降在西西里岛之外，法国更是直接拉黑了向以色列运送军火的航线啊！特朗普在媒体上破口大骂，让欧洲人自己去弄石油，或者直接去霍尔木兹海峡去抢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在福克斯新闻上发出了最后的通牒，质问如果北约是一条单行道，美国为什么还要留在北约？大众常识网友认为啊，北约是个高度绑定的战争机器，美国指哪儿呢，欧洲就得打哪儿。但这次事件让我们非常的反直觉啊，霸权的尽头不是火力的枯竭，而是物流和能源的断裂。当一场战争不再是集体防御，而是大国发动的选择性单边干预时，盟友手里的主动权就会变成卡住帝国大动脉的绞索。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五人，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你的举手之劳对我非常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的具体情况啊。构建这道地中海巨劫之湖的3个核心国家，采取了3种完全不同但又极其精准的阻断策略。这第一个国家呢，就是西班牙了，他用了一招叫法理阻断。3月30日，西班牙国防部长玛格丽塔·罗弗莱斯直接对镜头摊牌了，禁止任何与伊朗战争相关的美军以及以色列军事飞行使用西班牙的领空。罗塔和莫龙2大军事基地同样被封锁了。这2个基地对于美军是什么价值啊？他们可是美国空军跨越太平洋进入地中海和中东的咽喉要道。西班牙给出的理由非常的简单直接，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定性这是一场非法、鲁莽且不公正的单边干预。罗弗莱斯更是一句废话都没有啊，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说教。这不仅仅是嘴硬啊，背后呢还有一笔长期的算计。早在2025年，桑切斯政府就顶着川普的压力，拒绝把军费提高到 GDP 的 5%， 死死地卡在了 2.1%。 西班牙的潜台词是啊，你特朗普的战争你自己买单，别拿北约的框架来绑架我的领空。这第二个国家呢，就是意大利了。意大利使用的是程序性主权。如果说西班牙是正面硬刚啊，那意大利就是把官僚主义玩成了艺术。3月28日爆发了著名的西格内拉事件啊，当时数架美军轰炸机已经起飞了，在半空中向意大利申请西西里岛的西格内拉基地降落。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怎么处理的呢？直接拒绝降落，给出的理由就让美军很无奈啊，说美军呢没有预先报备，且任务性质超出了双边防御协定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虽然在政治光谱上偏右，但这次非常默契地配合了军方，强调每一项请求必须逐案审查。这是一种典型的用合规对抗霸权啊。意大利没有说我反战，而是说你没有填对表格。这种行政上的软钉子让美国人根本就找不到发飙的法律依据。这第3个国家呢，就是法国了，他用的是精准拉黑。马克龙政府的动作更加具有针对性，法国不仅拒绝了美国，更在3月31日被爆出拒绝载有原乙军事物资的货机飞越其领空，这直接引发了以色列的强烈反弹。以色列国防部长下令全面终止与法国的防务贸易，控诉这是背后捅刀子。但对法国而言，维护所谓的战略自主，首先就意味着不能给美以的单边冒险当物流搬运工。
特别是法国在阿联酋还有和平营这类的海外核心资产需要保护的背景下，这3个国家的集体动作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军事常识：现代全球打击能力的本质是主权国家的过境许可。没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领空和基地，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和空中加油机编队就从一支全球到达的致命力量降级成了一支需要绕路计算油耗的疲惫之师了。很多军事小白会觉得美国有 B-52， 有隐身轰炸机，不让降落自己飞过去不就行了？这就犯了用战术思维替代战略后勤思维的错误了。咱们拿具体的参数来说明啊，美军在史诗愤怒行动中动用了庞大的战略空军，但是再强大的战机也受制于物理规律。罗塔莫隆西格内拉这条轴线一旦断裂，美军的空中加油路径就彻底瘫痪了。原本呢 KC-135 加油机可以在西班牙的基地起降，轻松覆盖地中海空域，为轰炸机补给。现在呢，加油机被迫转移到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甚至要从大西洋或者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亚岛起飞。这种地理绕行带来的军事损耗是指数级的。首先呢，飞行时长激增，绕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直布罗陀海峡，或者走更北的航线，单程飞行时间将增加6到10个小时。第二呢，打击频率断崖式下跌，后勤路径拉长，直接导致弹药补充频率下降约 30%。战区指挥官不得不精打细算节省手里的精确制导弹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打了快1个月，美国情报部门承认他们仅能确认摧毁了伊朗1/3的导弹储备。这第三呢，极高的非战斗损耗风险。3月12日一架美军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坠毁，机上的人员呢全部遇难了。而且呢，后续还有E-2的预警机，还有另外的2架 KC-135 加油机都损失了。这绝不是偶然由于欧洲加油机基地的缺失，美军被迫延长了飞行路径，极大的增加了任务负荷和机械损耗。这第四呢，航线的可预测性。原本利用主权盟友的领空是非常安全的，现在只能在边缘海域或争议领空绕行。航线的单一化让投送路径变得高度可预测，这就等于给伊朗防空体系从容进行针对性布防的时间窗口了。当我们把这些参数叠加在一起，就会发现特朗普为什么会在社交媒体上气急败坏。因为他发现他按下了发射按钮，但他的盟友拔掉了供电插头。欧洲的这套军事阻断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非暴力抗争的降维打击。他们可没有派一兵一卒去阻击美军，仅仅呢是竖起了一块此路不通的法律牌子，就让美军的史诗愤怒行动被迫进入了昂贵且低效的远程海上补给模式。如果你认为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是纯粹出于和平主义和道德洁癖才反水的，那你就把国际政治看得太简单太天真了。驱动这轮同盟撕裂的核心引擎是一笔让欧洲人无法承受的经济烂账。让我们看一下这1个月的战争给全球经济参数带来了什么样的毁灭性冲击。最致命的一击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条海峡承接着全球约 20% 的海运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3月4日，伊朗封锁海峡之后，卡塔尔能源公司被迫对所有出口宣布不可抗力，巨大的液化天然气设施陷入停滞。随后的3月18日，以色列或美国打击波及了该设施，导致了卡塔尔液化天然气产能直接缩减了 17%， 而且修复需要3到5年。这对欧洲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第2次能源危机的爆发。欧洲在熬过2025至2026的严冬后，天然气储备本就见底了，目前大概就剩 30% 左右。这场战争一打，荷兰 TTF 天然气基准价格几乎翻倍在3月中旬冲破了60欧元兆瓦时。而在原油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战前的70美元一路狂飙，轻松突破了100美元大关。油价暴涨伴随着剧烈的震荡，
也让美国普通民众的汽油价格自2023年末首次突破了$4一加仑，加州更是突破了$5啊！欧洲的产业界面临着窒息啊！在英国和欧盟，由于电力和原材料成本飙升，化工和钢铁制造商被迫加收高达30%的附加费。欧洲央行在3月19日紧急踩了刹车，推迟了原定的降息计划，上调了2026年的通胀预测，并下调了 GDP 的增长预期。如果封锁持续，德国、意大利等能源密集性经济体将在2026年底陷入技术性衰退和滞胀的极高风险。在英国呢，通胀率计划将突破 5%。除此之外呢，还有肥料和粮食危机。海湾国家出口了全球约 45% 的硫磺和 50% 的尿素，肥料价格在战争爆发后暴涨 40%。全球粮食价格面临类似2022年危机的长期上涨风险。更不要提地区航空业绩的瘫痪，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等全面停飞了中东航线，每天超过4000个航班被取消，航空煤油价格也翻倍了。算完这笔账，逻辑就完全闭环了。美国由于有本土的页岩油气支撑，还能勉强缓冲能源冲击。虽然油价也涨了，但属于抗压范围啊。但欧洲就是纯纯的能源进口大户了，尤其是高度依赖中东的液化天然气。董王和内塔尼亚胡发动战争，打的是美国的政治算盘和以色列的安全算盘，但燃料账单、通胀数据和随之而来的中东难民潮，全都要由欧洲老爷来承担了。欧罗巴的政客们面对的是国内愤怒的选民、濒临破产的化工厂和高昂的借贷成本。在这种切肤之痛面前，北约的盟友价值那是一文不值了。关闭领空不仅是在阻断美国的军事物流，更是向华盛顿发出了绝望的经济警告：我们绝对不为你的单边提款买单。面对欧洲的反水，美国的高层反应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他们没有反战，他们没有反思策略，而是陷入了极度的愤怒，并直接把矛盾上升到了同盟存废的高度。董王呢，在社交媒体上嘲讽那些因为海峡被封而缺乏燃料的欧洲国家。我给你们2个建议啊。第一，向美国买，我们呢多的是。第二，拿出你们迟来的勇气，去海峡直接把油抢回来。他甚至公开恐吓，如果欧洲学不会自己战斗，美国就不会再去帮助欧洲了。针对带头阻断的西班牙，特朗普直接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发出威胁了，扬言要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甚至实施100%的惩罚性关税。而国务卿卢比奥的发言则彻底撕下了北约的遮羞布。卢比奥在福克斯新闻上质问啊，如果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盟友拒绝提供基地和过境权，那么北约就是一条单行道。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啊，等伊朗战争结束后，美国必须重新评估与北约的关系。卢比奥的单行道言论啊，暴露出美国和欧洲在同盟认知上根本性错位。在华盛顿的眼中，北约是一套保护费换取基建使用权的交易系统。我为你提供了核保护伞和第5条款，作为交易，你的领空基地必须随时为我的全球霸权服务。哪怕我打的是一场未经联合国授权的防御性战争，但在欧洲眼里啊，北约是一个基于联合国宪章和集体防御原则的契约组织。正如西班牙国防部长所言，西班牙只允许为北约集体防御而使用其基地。欧洲正在把国际法作为一种非对称武器来使用，对抗美国的霸权。法国德洛尔研究所的分析一针见血，欧洲在乌克兰危机中高举国际法的大旗来制裁俄罗斯。如果今天的伊朗问题上对美国的非法干预开绿灯，欧洲的道德高地和法理基础将瞬间崩塌。所以这场集体的反水具有极强的标志性意义，它预示着北约的防卫共识正在从内部坍塌。未来北约极有可能走向双速化甚至碎片化，
以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为首的东欧梯队为了防范俄罗斯，会继续与美国深度绑定，而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代表的西欧和南欧梯队将退缩，仅保留象征性的集体防卫承诺，在一切美军域外军事冒险中坚决缺席。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网将从一个无缝衔接的高速公路变成一个处处受制于所在国议会审核的雷区。这笔账算到这里，结论已经很清晰了。当我们看见这起盟友集体反水的事件时，不要仅仅当成大西洋两岸的家庭伦理剧，这是一场地缘政治板块的结构性地震。对于被卷入冲突中心的中东，战火还是会蔓延的。特朗普已经宣布要在2到3周内结束战争了，但是这种时间表呢，可靠性令人怀疑。同时，美国记者在伊拉克被绑架，也门胡塞武装开始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并威胁封锁红海。甚至有消息称，阿联酋正试图推动安理会会议，准备协助美军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战局的不可控性正在呈螺旋式的上升。而在这个变局中，我们看到了中国视角的全局意义。欧洲在主权和生存利益面前展现出的地理自主，恰恰为全球多极化提供了一个最具说服力的现实注脚。当西方阵营不再是铁板一块，当美国的盟友开始用行动合规和领空封锁来制衡美国的单边暴力时，这就是多极化从学术概念走向现实的时刻。美国的穷兵黩武正迫使自身面临过度拉长的后勤战线和日益枯竭的同盟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对亚太方向的资源投入压力。同时呢，欧洲为了摆脱地缘焦虑带来的经济痛点，必然会加速在新能源转型、数字经济领域寻找更稳定的替代方案。这为中国与欧洲在去政治化的务实合作上打开了新的战略空间。朋友们，战争的胜负有时候不在于你发射了多少枚精确制导炸弹，而在于你的飞机油箱见底时，下方的土地还愿不愿意为你敞开跑道。2026年的春天大西洋同盟的裂痕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地中海的领空上。我是武仁，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和关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